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，进入属于你的深度睡眠。我们要穿越回一个街灯昏黄、马车辘辘的时代。维多利亚的夜晚，你正踩在一条湿漉漉的鹅卵石小巷里，伦敦的雾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羊毛毯，铺天盖地。你手里拎着一盏老式油灯，晃晃悠悠，每一步都带出脚边的水坑。前方，一股热腾腾的香气忽然穿过雾气，准确命中你的鼻子。是肉桂、黄油，还有熟苹果。拐角那家还没打烊的小面包铺正在出炉刚烤好的派。维多利亚时代的夜宵从这股香气开始伸出爪子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更需要你送出 Hype 积分来支持我的创作，感谢你每晚的陪伴。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，现在几点了，或者你最近在经历些什么呢？无论喜悦或疲惫，今晚你都会得到属于你的深度睡眠。请把灯调暗，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。你走进这条伦敦老巷的时候，其实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夜太深了，又睡不着。这种时候，胃和心总是特别合拍，尤其在维多利亚时代。夜是长的，伦敦的夜像一张旧床单，黑得软塌塌的，又藏着细节。你穿过那家发霉砖墙的小旅馆，你闻到了很浓的香气，像是果酱刚煮好，还在锅里丝丝冒泡。是右边那家老面包铺，招牌是铁皮做的，风吹得咯吱响。老板是个看上去总在打瞌睡的男人，戴着黑边眼镜，衣服上沾着面粉。他看到你，没说话，只往烤箱那边指了指。你明白了，直接走进去，顺手关上门。暖气扑脸而来，脚底的木地板有点黏，好像踩在蜜糖上。店里只点着一盏油灯，灯光照着一排排刚出炉的点心，苹果派、肉馅饼、夹心苏打饼干，还有一种你从没见过的烘蛋糕，像被风吹鼓的小枕头。你选了一块苹果派，边角还在冒热气，坐下啃了一口，外壳酥脆到掉渣，里面却像一锅被秘密熬了整夜的甜蜜。里面放了肉豆蔻和丁香，还有一点点酒精提香。面包师咳了一声，那是我祖母的配方，他说只有在午夜做才好吃。你点点头，不太确定这是迷信还是逻辑，但此刻你只想让第二口快点进嘴。这家店以前是马夫们深夜最爱来的地方，马车夫赶完最后一单课，往往会绕点路，就为这口派。他们会在外头把缰绳绑好，让马在雾里喘气，自己进来，一边吃派一边讲城里今天谁又被谁拒了求婚，哪家贵妇的狗又咬了邮差。你一边吃一边听老板絮絮叨叨地说那些年，有个剧院的小提琴手，每晚演完就来喝姜酒，蘸姜酒吃肉派。他说这能让他梦见布拉姆斯。你不觉得惊讶？维多利亚的夜晚就是这样，被各种小习惯、小食物串成一条看不见的链子。那时候的人比你想的更懂得夜宵这门学问，不是吃饱，而是吃暖，吃心里去。比如有一阵子，伦敦人突然流行在午夜吃热乳酪汤，那种稠稠的、冒泡的黄汤，用铜壶煮出来，端上来还冒白气，配烤面包角蘸着吃。那是因为当年传说牛奶能平息灵魂里的躁动，也就是说，谁吵谁就多喝一碗。你吃完那块果酱派，站起来，想再看看后厨。老板点点头，懒得阻止你。你推开一扇油迹斑斑的木门，里面的世界像另一个时间带。炉火正旺，铁锅里煮着某种带咸香的肉汤。一边的桌上放着黄油和裸麦粉，墙上挂着几根香肠干，空气里有肉、糖、面粉、
湿气和历史的味道。你摸了一下面粉袋子，像是摸到了时间的手背。也难怪伦敦当年有个流派叫深夜食疗派，主张人在夜里吃一点热的、黏的、甜的东西，可以驱寒去梦魇。他们反对空腹睡觉，说那样会让人做噩梦，甚至梦到自己变成锅里的土豆。你记得在一本老书里看到，有位女作家坚持每晚睡前吃2片黄油面包加糖水，用银勺子搅拌，说这样写出的故事才有奶油感。你忽然有点困了，是派的锅气太厚重，还是炉火太温柔？你告别老板，他没抬头，只说别走，雾太远，南街那头最近闹鬼。你笑了笑，推门出去，猫又跳上墙头。伦敦的夜还是浓，雾还是像羊毛，但你的胃现在像一个刚被爆过的热水袋，软软的，满满的，不再空空作响。你慢慢往回走，脑子里却开始想别的。这个城市到底藏了多少种夜宵？不同阶层吃的是不是也不一样？贵族吃的肯定不止苹果派，工人吃的应该没这么多肉，仆人们又偷偷吃什么？你踩过一滩积水，倒影里是你和油灯，灯光摇摇晃晃，像梦一样。你以为深夜吃派已经够讲究了？不，真正懂得怎么优雅熬夜的还得是皇室，尤其是那位统治英国60多年的维多利亚女王。她的夜宵不是随便吃吃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仪式感拉满的宫廷动作大片。你现在正穿过温莎城堡的长廊，墙上挂着油画，全是些看你也不太开心的老贵族。你穿着软底拖鞋走得轻，生怕吵醒了谁。可实际上，整座城堡里还有人没睡，包括女王陛下本人。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她的书房里还亮着灯。你悄悄从缝隙里望进去，看到她正靠在扶手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可能是写给她曾孙的童话，也可能是首相递上来的那份不太好消化的报告。但你注意到了桌边那个小银盘，上面躺着一小块干酪卷，一杯热巧克力和2片像花边一样薄的杏仁脆饼。是的，连他的夜宵都端庄得像官方公文。维多利亚女王其实是个甜食控，她曾写信跟女仆抱怨厨房近来蛋糕不够松软，又在晚餐后悄悄指示厨师把肉桂量加1倍。而在午夜醒来时，她最常要的是一份温奶茶配玫瑰果酱吐司，据说这能缓解她的偏头痛。但你听说过最奇妙的一次，是她凌晨2点突然想吃草莓冻糕，御厨被从床上挖起来，穿着睡袍就冲进厨房搅明胶。她的宵夜当然不可能是随便一碗汤那么敷衍，比如那道被命名为夜后之蜜的甜点，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，里面有玫瑰露、烤无花果、煮软的梨片，还有一点香草籽。这不是为了热量，而是为了情绪。有人说，那是她在丈夫阿尔伯特去世之后，唯一能让她稍微愿意面对夜晚的东西。你现在正绕过一处女仆通道，轻手轻脚往厨房走。御厨大人虽然睡了，但副厨还在守夜。他正用银壶煮一锅白葡萄酒炖梨，边煮边打哈欠。他见到你不惊讶，只问你想吃哪一种，女王款还是仆人款？你选了女王款，他就往锅里又加了一撮丁香。火光映着他的脸，你忽然觉得皇室的夜晚也没比街头明亮多少，但味道确实不一样。你坐在厨房角落的矮凳上，手里捧着那碗夜后之蜜，第一口就觉得这不是食物，是情绪，浓厚、香滑，又透着点忧郁，好像吃进了19世纪英国的心事。你想起当时那些贵妇也流行深夜小点，
尤其是被称为助眠布丁的一道甜食，主要由蛋黄、牛奶、糖、肉豆蔻和一点点白兰地组成。吃了不仅能睡着，还能梦到自己嫁给贵族。不过，维多利亚女王有一项独门秘诀，她认为夜宵最好在阅读后进行，不然吃得不安心。所以每晚睡前，她一定会看上几页书，通常是历史或宗教类的。而书后那口甜点，才像是她嘉奖自己一天统治辛劳的小仪式。她还有个小怪癖，喜欢边吃边听脚步声。他最爱的一位侍从必须每晚在他书房门外走上来回50步，不是有什么事，而是那种有人在的声音让他安心。就像你现在听见的下雨声一样，你不烦，反而觉得那声音像催眠曲。你轻轻放下汤匙，忽然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：这么讲究的宵夜，是不是只有贵族才吃得起？普通人怎么办？他们半夜饿了，难道就啃干面包？还是他们另有隐秘的宵夜江湖？你从厨房里退出来，窗外夜色依旧浓。你听到远处有马车轱辘声，或许又有哪个贵族刚从剧院回来，也正在点他那份三明治加香槟的深夜套餐。但此刻，你更好奇，那些服务这些贵族的仆人，在午夜时分，他们会吃什么？他们的宵夜是偷偷摸摸，还是光明正大？有味道吗？有幸福感吗？你悄悄从城堡后门溜出去，一边搓着手心取暖，一边继续往更暗的地方走去。今晚的伦敦依然安静得像一块厚毛毯，你走在这毛毯上，越走越远。你从城堡后门离开，穿过一条窄巷，夜更深了。伦敦的石板路在脚下咯吱作响，像是有声音从地缝里钻出来。你低头一看，是一只耗子跑过，嘴里叼着什么东西，看上去像是奶油面包屑。你不禁笑了，连老鼠都懂深夜吃点热的。你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这些每天围着皇室转的仆人们，他们自己怎么吃？他们饿不饿？吃得体面吗？于是你抬头望向远处的灯光，那是仆人区，你决定过去看看。你推开一扇木门，里面是个简陋厨房，墙上挂满铜锅和铁壶，油灯下映出桌上一锅冒热气的炖菜。角落坐着几个穿围裙的女仆，衣服湿了一块，像刚洗完一大堆床单。他们正围着那锅菜吃得热火朝天。你凑近一看，是洋葱、马铃薯和一点点火腿边角料煮成的浓汤，咸香味扑鼻。他们没注意你，只顾往嘴里送勺子，吃得飞快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被照去打水、抹地或熨衬衣。厨房里还有个瘦高的男厨子，他正把一盘蛋奶塔切成4份，每块都不大，但被他切得像展品一样整齐。他说话带口音，应该是从苏格兰来伦敦讨生活的。他见你好奇，就递给你一块，笑着说：“这是厨房特供，给我们这种不属于宴会的人准备的。”你咬了一口，鸡蛋味浓厚，底下是脆的掉渣的黄油饼底，甜度刚好，吃完只觉得胃在发光。仆人的夜宵没有金边瓷盘，没有银勺，也不在菜单上，但他们的吃法更接近真实生活。你看到有个男仆偷偷从口袋掏出半根香肠，往炉火边一靠，咔哧一声咬下去，脸上立刻松快下来。他们的宵夜是加班费，是慰藉，是一天最轻松的时刻。他们不讲究摆盘，只讲究热、管饱，还有一点油水。你听说，在维多利亚晚期，一些仆人甚至组织了自己的深夜厨会。每当贵族入睡，他们会偷偷聚在一起，用剩菜拼出一桌热饭菜，有时候甚至比主人的晚餐还香。牛肉边角做成浓汤，昨日剩蛋糕切成碎丁，混奶油重制，再加几块香脆烤面包。
你甚至听说有位男管家擅长做午夜肉饼，专为佣人们准备。厨房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，写着今晚的剩料有烤马铃薯、胡萝卜、杏仁蟹、半块猪肝，这是他们创作的原材料，而锅铲、奶锅、铁盘就是他们的调色板。你看到一位年轻女仆在揉面，手指灵巧，一边揉还一边哼歌。她说她以前是糕点学徒，后来没钱交学费，只好来这当佣人。但她从没放弃自己的夜宵艺术，只用碎糖和面包屑就能做出一种焦糖奶块，吃过的人都说梦见了夏天。厨房外有个小天井，铺着几块石板，有2名仆人正坐在台阶上喝热茶，手里拿着还没凉透的肉饼。他们说这才是自由时刻，没人叫你打水，也没人命令你端茶，只有夜色和面前这点热气腾腾的食物，证明他们还活着，不只是工具。他们没说怨，也没说梦，他们只说能吃的暖比什么都强。你靠着门框站了一会儿，炉火的热气让你脸发烫，但心里却开始有点酸。在这个时代，被记住的永远是女王、将军和诗人，可这些熬夜工作的仆人们也有他们的故事，也有他们的派、饼和茶。只不过他们的故事不写在书里，而写在锅底、剩料和月光里。你决定离开前再尝一口那个淡奶塔，刚才吃得太快，没来得及仔细回味。第2口的时候，你发现塔底居然还藏了一点杏仁泥，细腻香甜，像是某种偷偷加进去的小心思。也许是他们觉得，哪怕是别人剩下的，也可以做得好吃，做得精致。你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夜宵不是身份决定的，是心情决定的。你推门出去，夜风扑面而来，油灯在身后熄灭了。你转头看了一眼，厨房里的人影还在热火朝天地忙着，那锅汤还在咕嘟咕嘟响，香味轻轻飘出窗户，像是某种低语在告诉你，下一个故事正等着你继续往前走。你离开仆人厨房后，一路往东走，夜色越来越厚，街边的煤气灯像是快睡着了一样，光圈软得像被水泡过。你穿过一座小桥，下方是泰晤士河，水黑得像浓茶。你抬头看到远处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，像在提醒你，这个城市从不会真的安静。你忽然想起那些还在工作的夜班工人，他们的宵夜是什么？他们吃得上香字吗？还是只是把肚子填饱，就算谢天谢地？你顺着一条脏兮兮的鹅卵石巷子往工厂走去，耳边是铁皮颤响、机器喘气和人偶尔的咳嗽。你看到一群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工人从大门走出来，有的蹲在门边台阶，有的靠在墙边抽烟，手里都捧着一块面包。不是你认得的那种酥皮面包，而是一种像砖头一样结实的黑麦片面包，外皮硬得能砸碎鸡蛋，里面涂了一层厚厚的猪油。没错，猪油。在那个年代，它是工人们最能负担的能量来源，也是夜宵里的灵魂脂肪。你凑过去看，有人把猪油上撒了点洋葱末，还有人抹了点糖浆，说那样吃起来不腻。一个满脸煤灰的年轻人对你咧嘴笑，说这块面包吃下去能顶5个小时的机器。他说的像是骄傲，但你听出了其中的疲惫。他边说边咬了一口，嘴角沾上猪油，没管，继续咀嚼，眼神却已经飘远了，像在想家。工厂门口还有一个老头，推着一辆木头车，车上是2口热锅，1锅炖豆，1锅奶粥。他每晚10点到凌晨1点准时来，说自己是工厂外的夜宵守护神。你蹲下来点了一碗炖豆，棕红色的汤汁黏糊糊，热气直往鼻子冲，一口下去，
咸香中带点胡椒的刺激感。豆子煮得恰好，糯糯的，像刚煮开的梦。你忍不住又咬第二口。老头笑着说：“我加了啤酒进去，不然这帮臭小子喝完还想睡觉。”你看见一个工人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，把豆子倒进去包好，说要带回家给他老婆。你心里一动，问他怎么不让他来吃。他摇头说：“他晚上做针线活。”他眼里没多余的情绪，只是那种属于工人阶层的沉稳，像每天的齿轮准时运转，吃一口豆，熬一个夜。你忽然想到，在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人里，有个不成文的宵夜传说：谁能在下班后还吃上热的，就还有希望。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留住热度，面包包在围巾里，罐头放进衣袋。他们不吃，为了享受；他们吃，是为了挺得过去，为了第二天还能有力气说早安。你看着一位老太太端着小铁碗坐在砖墙边，穿着破棉衣，一边喝奶粥一边打盹儿。她身边放着半袋煤渣，准备明早去换点硬币。她抬头看到你，笑得像风吹过干草，说：“这粥啊，是我今晚最奢侈的梦。”你不敢多看，怕眼神一碰就碎。你走出巷子，夜风像从河面刮来的刀，但你肚子暖了，心却沉了点儿。你从没想过夜宵还能吃出一种拼命的味道，而这种味道没有餐布，没有香料，没有背景音乐，只有生活赤裸裸摆在你面前。你走过一排铁轨，那是通向码头的旧道。你看到几个港口搬运工坐在车轮边喝啤酒，吃的是带骨头的炖菜罐头。他们不讲究筷子、叉子，直接用手撕。他们的宵夜也许不优雅，但充满生存感。他们咬下一口肉，像是在跟一天的辛苦和脊椎抗争。你忽然觉得，这些人吃的不是夜宵，是生命的缝合剂。天边微微泛起一点辉光，不是黎明，而是雾灯反射。你忽然意识到，这个城市的夜从不完全黑，也从不真正醒。而在这个半梦半醒之间，有那么多胃被一碗热炖豆、一块黑麦猪油面包一点点安抚着，继续往前撑着走。你踩着湿地离开，身后炖豆的香气还在风里打旋，那味道像是某种隐秘的情绪，跟着你走进下一个还没亮的梦里。你离开工厂那区时，天还没亮，伦敦的街道像一口刚熄火的大锅，锅底的热气还没散完。你走着走着，忽然闻到一股香味从街角飘来，不像宫廷的奶油，也不像工人的猪油，更不是仆人的炖菜。这是一种热腾腾、清爽、带着葱香的味道，像是有人在深夜用汤熬出了家的轮廓。你顺着味道走，看到街角一辆木头推车上冒着白烟，炉灶简陋，汤锅沸腾。摊主是个大胡子的男人，戴着油渍围裙，动作熟练。他看到你靠近，立刻舀了一勺汤递来。来一碗刚炖好的鸡汤，真材实料，不兑水。你接过来，碗是锡制的，汤色金黄，表面飘着2、3颗胡萝卜块和一撮撕碎的鸡肉丝。你轻轻一吹，咬一口进嘴，是那种不复杂却立刻让胃安静下来的味道，温热、柔软，带点微微的胡椒提神。你问他怎么半夜不睡来卖汤，他笑着说：“这条街晚上不比白天差，光是剧场出来的、巡夜的、跑单的就够我煮3锅。”他指了指另一边，果然有好几个西装领结还没解的中年人站在巷子里端着汤碗，吃得正香。你看着这些人，有的像是刚表演完，有的像刚逃出酒馆吵架场，还有个老太太推着小车买了2碗鸡汤，坐在街边石墩上分给2个孙子。她一边喝一边拍小孩的背，
小孩眼皮都快合上了。你发现那碗汤的味道不止暖胃，还暖眼神。喝了之后，人和人之间都松快下来，不说话也能互相体谅。这位摊贩告诉你，他年轻时是个木匠，后来腿受了伤，干不了重活，就开始煮汤。他没学过厨艺，只是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冬天夜里煮鸡汤的那股味。于是他开始试，一次次改，加点香芹，少点盐，加点洋葱，直到做出这个连夜班警察都说好的版本。他说，有时候一勺热汤比一晚上的睡眠都管用。你继续往前走，才发现这条街不止一个汤摊。再往前一个街角，有人卖牛骨汤，浓得像奶，喝一口嘴巴都要被胶原蛋白封住。还有人卖鲱鱼汤，味道腥却解乏，说是码头工人的专属配方。你看到汤碗上飘着橄榄油光，摊贩熟练地递出一片烤面包，让人站着吃。你看到一位穿戏服的女演员，一边卸妆一边喝汤，眼神里全是疲惫和满足。她说，演戏靠肺，汤养生。你想了想，还真有几分道理。维多利亚的街头汤摊是种奇妙的存在，它不像正式的茶餐馆那样规矩，也不像家里饭桌那样熟人。它是城市的缝隙，是那些没有资格深夜进餐厅的人偷偷站着吃点温暖的地方。汤是液体的陪伴，不需要多话，只需一碗。你看到一个穿破靴子的邮差站在阴影里，喝完最后一滴汤，然后抹了抹嘴，转身离去，动作像完成仪式。你走回刚才那个鸡汤摊，摊主正盖上锅盖准备收摊。他看了你一眼，递来一小包不包好的东西，说，带回去吧，剩下的炖鸡渣明早煎一下就是一顿好饭。你接过来，那温度透过布传到你手上，一种叫被善意包围的感觉忽然涌上来。你没说谢谢，只是点头。他笑了笑，说，夜还长，别着凉。你转身离开，汤香还在鼻尖缠绕。你忽然意识到，原来夜宵不只是喂饱身体，它还能给人一个理由留下来再撑一会儿，再多走几步。鸡汤不是救命稻草，它是别急着放弃的味道，是人在困顿中咕嘟咕嘟坚持下去的声音。街边煤气灯还在跳动，月亮藏在云层后不肯露脸。你走在夜色里，感觉胃里有一团小小的太阳在照亮接下来的路，而那锅汤可能已经被收起熄火，但它留在你心里比火还久。你继续走在逐渐安静下来的伦敦街头，肚子虽然饱了，但脑子里还在翻腾。你忽然想起某本旧书提过的一句话，真正懂吃的贵族深夜从不说吃，他们说续宴。你眯着眼想象那场景，灯火渐暗，宾客退散，烛台熄灭一半，主厅却开始弥漫另一种香味，不再是鹅肝、牡蛎和香槟，而是肉馅派、甜酒炖梨，还有一点被偷偷流出来的奶酪卷。你不自觉转了方向，向西城那些老贵族宅邸的方向走去。今晚，你想亲眼看看那传说中的宴后偷吃。你绕到一座3层宅邸后门，一名穿燕尾服、鞋子擦得发亮的男仆刚好推门出来，手里提着一个盖着绒布的托盘。你眼尖地看到托盘下露出一小块果仁塔边角。男仆看你一眼，竟没有赶你走，反而抬下巴示意你跟他走。他把托盘放到宅邸边厅的小圆桌上，里面坐着2位穿着柔软晨袍的贵族男士。刚才还在宴会上高谈阔论的他们，现在褪下了礼貌，只剩下带着疲态的满足。他们不说话，只默默吃着桌上的宵夜：烟熏火腿三明治、浸朗姆酒的葡萄干蛋糕，还有一小杯波特酒。你站在门外，看着他们边吃边打哈欠。显然，
这顿偷偷进行的第二场晚宴才是真正的放松时刻。你听见一个人说：“这比主菜好吃多了。”另一个点头，因为这没人管你吃几口。你忽然明白，在层层社交规则下，这样的夜宵是他们少有的自由。宴会是表演，而深夜的厨房是落幕之后的休息间。你悄悄绕进厨房，只见桌上已经堆满鱼料：鸡肝泥、甜菜根沙拉、奶油蘑菇酱、半盘没动过的肉卷。你看到一位女仆拿起一小碟奶油洋葱，迅速往嘴里送，然后假装整理桌布。另一位年轻男仆则躲到灶台边偷吃冷藏的果酱布丁，还舔了舔手指。他们不说话，只用眼神交流。这不是偷吃，是赃物分配后的默契平分。这类续宴并不正式，甚至没有被写进任何贵族饮食手册，但它确实存在，存在于宵夜的气味里，存在于某种我终于不需要再演的解放中。你看到一张羊皮纸随意夹在菜谱本里，上面写着几个用残料做的点心：苹果干、奶油吐司、啤酒炖牛筋汤、小苏打烤柠檬饼，下面还备注仅供宴后食用。这份随手笔记比任何豪华菜单都真实。他告诉你，哪怕是被光环笼罩的上层，也渴望那一口带点朴素的夜宵。你记起一位曾在贵族家做过厨房助理的老人说，白天他们吃香槟鹅肝，夜里却抢腌牛肉配泡菜面包。听来好笑，但你明白那是人性的某种平衡。白天用力维持体面，晚上悄悄偷回一点真实。你从厨房拿起一片冷肉卷，刚要咬，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咳嗽，是厨娘。她看了你一眼，没有训斥，只是递过来一张纸巾，说：“冷的伤胃，拿去烤一下。”她回身丢下一句：“宵夜虽小，讲究要紧。”你苦笑着点头，把肉卷放在火边烤热，香味瞬间升腾，像把整个房间点燃了温柔。你端着热肉卷回到后门，那两位贵族先生已经离开，只剩空酒杯和餐巾。你坐在小石凳上，咬下一口，发现里面夹了一层胡椒黄油，味道咸鲜，带点微辣，正好冲散刚才那点困意。夜越来越深了，宅邸后巷没有灯，你靠在石墙上，耳边是灶台余热发出的咔咔声。你闭上眼，一切都不吵闹，只剩下食物的温度在身体里缓缓散开。你开始明白，所谓宵夜的魅力，不只是吃什么，而是吃的时候，是在所有仪式、身份、标签都褪去之后，一个人和他的胃之间最诚实的对话。你站起身，把手上的餐巾叠好，放回托盘边，深吸一口气，走出后门。夜风很轻，像是知道你刚吃过，不再吹得那么冷了。你回头看了宅邸一眼，窗户已经熄灯，但你知道，那份夜里的秘密丰盛，还藏在厨房某个锅盖下，慢慢变凉，也慢慢留下味道。你离开宅邸时，已经接近凌晨2点，街道空空如也，连猫都躲进烟囱里了。你踩着沉重的夜色走着，忽然听到一阵车轮声由远而近，紧接着是一阵有节奏的马蹄声。你抬头一看，是一辆黑色4轮马车从雾里缓缓驶出，马车不快，像在等待谁。你不由得加快脚步追上去。马车夫低头看了你一眼，竟然破天荒地点了点头，示意你可以上车。你拉开车门，一股夹杂着皮革、火药和面包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这不是普通的马车，这是贵族夜归专用车。你坐进车厢，车内柔软的红绒座椅立刻包住你，马车继续缓缓前行。
你刚靠稳身体，眼角余光就瞥见对面座位上放着一个锡制小盒子，精致的像首饰盒。你试探性的打开，里面整齐码着几块切边整齐的咸牛肉三明治，面包片薄薄的，边缘微卷，还夹着一点腌黄瓜和英式芥末。你手刚伸过去，车厢对面一个声音响起：“放心吃，我不吃黄瓜。”你抬头，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士笑着靠在角落，松开领结，神情疲惫却温和。剧院散场了，我今晚说了2000个字，饿得不想等回家。他拿起一块三明治，咬了一口，像完成了一场漫长演出的收尾动作。他说，这份宵夜是他的私人车夫准备的，每晚不论他去哪里，车厢里都会留一盒。他笑说，有人说我是靠热茶养嗓子，其实我是靠三明治续命。你一边吃着，发现那牛肉厚实不柴，芥末刚好提味，配合松软的面包，每一口都安稳得像夜里的暖炉。他又从坐垫底下拿出一瓶没贴标签的波特酒，配点这个，别怕，不会醉，只会慢慢想睡。你接过小酒瓶，小口抿着，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连背后也暖了。马车不紧不慢地前行，街灯从窗外一盏盏掠过，向夜色点明，你是唯一还醒着的学生。男人忽然笑说，你知道吗？马车里的宵夜是贵族的逃跑小道，在家不能多吃，出门不能不吃，这里刚刚好。你点点头，突然意识到，车厢其实就像一间流动的私人餐厅，关上门，一切世俗审视都不见了。他讲起某次宴会结束太晚，路上实在饿得发抖，结果车夫递来一小块蜜饼，他吃了一口，直接睡着。到家后，整个人被抬进门。那块蜜饼后来成了他车厢宵夜的标配，一直没换。你这时才发现，三明治盒子下还藏着2块包装在纸巾里的蜂蜜柠檬蛋糕，小巧扎实，像是特意留着最后安慰的一口。他递给你一块，说：“别急着吃，等车进隧道时最安静，那时候吃最好。”你笑了笑，却还是提前咬了一口。蛋糕软得像刚出炉，甜味儿和柠檬皮的清香在舌头上轻轻展开，像在你脑子里点了一盏小灯。你闭上眼，靠在窗边，耳边是马车轱辘压过石板的节奏，那声音像是一位老妇人在念安眠咒。你想起过去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上流名流，谁谁剧场出席晚宴，某某子爵赴夜宴归途中饮酒昏睡。那时你总觉得遥远，如今却发现，他们也不过是在深夜，跟你一样，吃一点什么，让自己顺利熬过那个归家的过程。归家其实不是物理上的路，而是心理上放下白天身份的路，而马车就是他们短暂的中转站。车厢缓缓停下，男人拍拍你的肩，说：“我家到了，谢谢你的陪伴。”你点头。他下车前拿起最后那一块蛋糕递给你，路上吃，冷风一吹，甜味更明显。他关门那一刻，风轻轻灌进车里，你缩了缩脖子，把那蛋糕藏进口袋。车夫没有回头，只轻轻挥鞭。马车转了个弯，载着你继续向夜色深处前进。你低头望着手中那只空三明治盒，忽然觉得整晚发生的一切有点像梦，但嘴里的柠檬香还在，胃里的温度也还在。你终于明白，在那个灯光不稳、电车尚未普及的年代，一辆马车和一盒三明治就是他们夜里最坚实的归属。马车拐过拐角，缓缓停下，
你跳下来，夜风吹得脸有点凉。你揉揉眼角，才发现天边已经微微泛白，但伦敦的夜还没醒透，街灯依旧亮着，像撑着最后一口气。你看向远处宫墙，那熟悉的轮廓又一次出现在眼前，那是皇宫。你原以为贵族宵夜不过如此，但关于宫廷的深夜甜点，还有一段传说，你始终没亲眼验证。传说中，那些不外传的御厨手艺，在午夜之后才会真正上场，而巧克力是那个神秘领域的主角。你悄悄绕进皇宫厨房外围，小窗正冒着香气，不是一般的糖香，而是那种苦中带甜、热中带柔的气味，像是黑夜与蜂蜜缠绕在一起。你靠近窗台，厨房里亮着微黄的灯光，一个穿白制服的御厨正小心翼翼地在铜锅里搅拌浓稠液体，锅底冒着细微泡泡。他忽然抬头看见你，没有惊讶，没有责问，只朝你招了招手。你居然真就从窗台翻了进去。脚一落地，你立刻陷入那团气味的包围之中。桌上摆着几个瓷盘，每盘上都放着不同的巧克力，有夹藏柑橘果酱的圆球，有撒满可可粉的苦巧，有卷成薄叶的奶油巧克力，还有涂着玫瑰糖浆的方形软块。御厨用银匙轻舀一勺刚调好的液体巧克力滴在盘边，说今晚这批是给皇后备的，她最近睡不好。你问他，巧克力真能助眠？他没答，反倒递给你一小块。他说，吃下去自己体会。你小心咬了一口，那块巧克力不像街边货，它的苦是温柔的，甜是悄悄绽放的，整个味觉像被人轻轻抱了一下。你还没来得及吞下去，脑子就先安静了几秒，好像某种烦躁被熄火。他解释说，真正的宫廷巧克力讲究的不是甜，而是层次感。可可豆要手工研磨至少8小时，再慢火煮，分3次加糖，还要放置12小时静置，让味道变得沉稳。他说这是皇室的规定，不只是食谱，更是一种精神仪式。晚上不能吵，不能乱，不能浮躁，巧克力要稳，人才能睡。你看到旁边一张便条，写着女王夜用，切勿改配。在旁边一盘刚做好的巧克力酱，香味浓得仿佛能拉住时间。他小声说，这批巧克力会由贴身女士在凌晨3点送进寝室，配一杯加了豆蔻的热牛奶。你忍不住问，难道女王也会失眠？他点点头说，所有人都会，只是她不能承认而已。你坐在厨房的长凳上，看她继续熬巧克力。偶尔女仆推门进来拿托盘，步伐极轻，就怕惊动正在休息的工人。有人取走一小盒巧克力软糖，说是给皇太后用来缓解梦魇。有人端走一杯巧克力奶浆，说是给小王子驱夜寒。你忽然意识到，在这个宏伟庄严的王宫深处，每一口甜味都是为了压住黑夜里那一点点不被说出口的疲惫。御厨忽然指向一角，说，那是私人的。你看了过去，是一小盘颜色较深的巧克力块，上面撒着极细的肉桂粉和一点干薰衣草。他解释道，这是给我自己的，熬夜太久，嘴里发苦。他笑得温和，眼里却有点红。你尝了一块，那味道像一段深夜日记，有疲倦，有情绪，但也有希望。你站起身，道了谢，准备离开。他递给你一个小纸包，说，带走吧，今晚你应该能睡个好觉。你接过来，纸包还温热，指尖沾了点巧克力粉末，舔一下，甜味慢慢浮现，就像一个人轻声说，别怕，
已经过去了。你翻出厨房的窗，脚落地的一瞬，发现天开始变蓝。你走在石板路上，口袋里那纸包发着微热，仿佛夜里藏着一团火，还没熄灭。你回头看那扇窗，灯还亮着，巧克力的香气还在风里绕，好像某种无声的誓言，不论多晚，总会有一点甜等着你。天边已泛鱼肚白，但你却越来越不想睡，不是精神亢奋，而是感觉这座城市的夜还没讲完，它还藏着一些你没见过的安静又真实的片段。你走在一条寂静的住宅街上，脚下是被夜露打湿的石板，耳边只有自己的脚步声。你路过一间老旧书屋，橱窗里挂着白日不营业、夜间预约的木牌。你鬼使神差地推开门，门铃轻响，一股书本、旧墨水和火柴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你刚想打招呼，就听到壁炉边有人咕哝了一句：“坐吧，茶还有热的，饼干在炉台上。”屋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，昏黄的光洒在铺满羊毛毯的地板上。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正靠在椅子里读书，穿着一件明显太大的毛衣，脚边放着半杯已经冷掉的牛奶。他没有抬头，只是把书往下压了压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看到狄更斯吵架。你愣了一秒，笑了。他指了指壁炉台，那里摆着一盘奶酪饼干和2块切得厚厚的干果蛋糕。你拿起一块咬下去，咸中带甜。奶酪的味道在舌尖发酵，仿佛某种记忆正慢慢苏醒。维多利亚时期的文人个个半夜不睡，他说，他们不是不想睡，是太多东西在脑子里转。他把书合上，开始说起夜读和宵夜的关系。他说，狄更斯每天晚上10点准时泡一杯茶，配一块加胡椒粉的奶油饼干，据说那能帮他构思出复杂人物。勃朗特姐妹喜欢在厨房熄灯后，躲到阁楼里吃2口糖渍橘皮配黑麦面包，再写他们那些忧郁又执着的段落。她站起来，动作像极了老旧座中的发条，刚被拨了一下。她去小炉子那边倒了一杯温牛奶，撒了点肉豆蔻递给你，说，夜里写字，牛奶是救命的。你接过杯子，一口下去，温润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他又拿出一本破旧食谱本，翻给你看，上面写着深夜写作甜点建议，有苹果干炖奶、红茶蜜枣饼干、可可粉烤蛋挞。他边翻边说，你以为那些伟大的故事是靠灵感写出来？不，是靠糖分和热量。你问他，那他自己吃什么？他笑了笑，说，我喜欢白脱牛奶煎饼，一张纸那么薄，2边焦，一口能嚼出3个小时的回忆。他从旁边书柜掏出一张油纸包的煎饼递给你，你咬下去，饼香、蛋香、牛奶香交织在一起，那种味道没有惊艳，却像能一直吃到天亮。他忽然叹口气，说，夜晚其实是给那些思考太多的人准备的，只有这时候他们才能不用解释自己。你喝完牛奶，觉得整个人被顿顿的温暖包围，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5点半，天几乎亮了。你站起来准备告辞，他却突然递给你一本旧书，说，路上看看，不好睡的时候就翻翻。你接过来，是一本封面磨损的随笔集，第1页夹着一张小纸条，夜晚不是尽头，是归处。你走出书屋，天已泛亮，街道开始有脚步声，卖菜的车，送牛奶的小童，还有刚醒的鸽子。你低头看着书，心里却还咀嚼着那块奶酪饼干的味道。它不是经验的味道，却是某种内在秩序的象征，告诉你，不管今天过得怎样，这一刻
你还能慢慢咬下一口，慢慢往前走。你回头看那间书屋，门已经关了，窗上的夜间预约也被翻成了今日休息。你没敲门，只是点点头，就像对一位凌晨4点仍未停笔的老朋友说了句晚安，继续写吧。你抱着那本旧书走在晨雾里，指尖还留着奶酪饼干的油渍，太阳还没完全出来，天却不再黑。你踩过一滩水，突然嗅到一种很不伦敦的味道，是海味，混着点烟熏。再细一点，还有紫苏的香气。这股气味诡异却熟悉。你努力回忆，很快想到那个几乎被历史掩盖的小故事。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有一种爆红的宵夜，被人戏称为维多利亚海苔卷。你顺着味道走进一条巷子，看到一个不起眼的门面，木牌斜斜挂着，写着爱达的夜食。门微掩着，你推开进去，一股蒸汽直扑脸颊，空气湿湿热热的，像刚洗完澡的厨房。店里不大，只有3张桌，靠墙有一个大木蒸笼，正咕咚咕咚地冒着气。一个满头卷发的妇人正在蒸一锅东西，听到门响，她头也不回，只说晚了点，今天只剩海苔卷了。你坐下，他用铁钳夹出2卷刚蒸好的东西放到你面前，表面是墨绿色的干海苔，微微泛着油光，内部包着胡萝卜丝、腌黄瓜、碎鸡肉，还有一点点焦糖洋葱，外边裹着一层薄薄的烘蛋。你拿起一卷咬下去，第一口有点迷惑，第2口就上瘾。海苔脆得像夜里刚结的霜，洋葱的甜味缓缓冒出来，和蛋香混在一起。你一时间甚至分不清这是饭还是点心。他走过来坐下，说：“好吃吧？你猜最初是谁发明的？”他抿了一口热茶，笑着说：“是我祖母，她是个苏格兰女人，嫁给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船员。她常带海苔回来，祖母不懂怎么吃，就用鸡蛋包了当夜宵。”他眼神落在桌上那口蒸锅。有一次，船员的朋友来家里吃，说了一句像东洋的饭，第2天就在码头口传疯了。他把这道文化冲撞后的产物起名叫维多利亚海苔卷。从来没上过贵族宴席，却在码头、剧场后巷、夜班医院之间悄悄红了起来。你听得出神？他却淡淡说：“也没人写进报纸，但很多人记得这味道，尤其是深夜的时候。”他站起身，把剩下2卷也装进纸袋递给你，拿着吧，不会冷，凉了更好吃。你低头看纸袋，上面盖着一个印章图案，一艘蒸汽船和一颗五角星，中间是那句话：深夜不属于任何国界。你问他，现在还会有人来吃吗？他点点头。总有些人半夜找点熟悉的东西吃，那些太稀的他们嫌甜，太硬的吃腻了，这种夹在中间不知道属于谁的味道刚刚好。他忽然停顿了一下，眼神有些远。你不觉得宵夜这种东西最适合拿来记住模糊的事吗？你离开小店时，口袋里是热气未散的海苔卷，脑子里却全是那个混血祖母的影子。维多利亚时代是规矩森严的，但也总有缝隙让生活钻进来。海苔卷不是正统料理，却靠着味道和实用性留在夜的记忆里。你想到那些赶夜班回家的人，那些不属于任何阶层的漂泊者，他们没有身份可以依赖，只有胃能找到短暂的归属。你在长椅上坐下，拆开第2卷，吃的时候天已全亮。阳光照在你的鞋尖上，昨夜的伦敦仿佛从未存在，但味道还在。咀嚼间依旧是那个讲究、不讲理又默默包容一切的时代。你轻轻把纸袋叠好，放进书里夹着，
像存下一张通往过去的票根。你起身走开，那店门已经关上，真气还在缝隙中缓缓冒出，如同那道小吃本身，不说话，不争抢，只悄悄等你需要它的时候再响起。你把那只纸袋收进怀里，穿过逐渐苏醒的街道，一边走一边咀嚼着嘴里的咸香余味。阳光开始透过薄云打在建筑上，洗净了整座城市的夜色。你本以为维多利亚的夜宵就到此为止，但脑中忽然浮现一个画面：一间满是绿色植物的温室，空气里是潮湿的热度和水果的清香，还有几个管家穿梭其间。托盘上摆着剥了皮的葡萄、冰镇梨片、柑橘切丁。你立刻掉头朝那方向走去。你推开温室的门，一股带着泥土和果香的热浪扑面而来，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棕榈叶上，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水珠。眼前不是花市，而是皇室专供的果蔬温室。此刻仍有3-5名园丁在修剪藤蔓、擦拭果皮。角落里，一名老园丁看你一眼，没有发问，只淡淡说了句：“今天草莓偏酸，葡萄刚好。”你朝他点头，走进玻璃穹顶最深处，那是最温暖的地方，也是传说中贵族深夜偷吃水果的秘密基地。你看到一只铜盘里整齐码着几串去籽的白葡萄，每颗都饱满到几乎要爆开。旁边是几块哈密瓜，被切成小方块放进冰水碗里，冒着细微的寒气。你试探性地拿起一块放进嘴中，甜味一触即发，像一个微笑轻拍你后脑勺。园丁笑了，说：“这些水果不是白天吃的，白天太热太杂乱，深夜吃最对味，嘴巴安静，舌头才知道甜在哪里。”原来，在维多利亚时代，富人有一项深夜习惯，叫做睡前果盘，不是为了健康，而是为了口感。白天送到餐桌上的水果早已失了温度，甜度变得迟钝，只有夜里刚从温室采摘，立即剥皮冰镇的水果，才称得上应时应景。贵妇们常常在午夜时分点一小碗无籽葡萄，蘸蜂蜜或玫瑰水，吃完才去做梦，说这样梦里才能出现香气。你听说有位公爵太太迷恋荔枝，每天凌晨派仆人守在温室前，只为第一时间取到还带露水的那一批。也有人坚持夜间只吃带皮青柠片配盐，刺激味蕾后喝一口热水，据说能让记忆变清晰。园丁一边帮你剥下一颗番石榴，一边说：“贵族的胃比他们的鼻子还骄傲，一旦吃惯深夜水果，白天再甜都觉得吵。”你点点头，低头咬了一口橙片，那果肉顺滑得像丝绸在舌尖解开，你几乎听见它在嘴里咔哧一响。你问他：“这温室冬天还产果吗？”他点头。靠锅炉和玻璃罩，全伦敦最温暖的地方就是这。他说有一年雪下得很大，外头冻死人，温室里还在种草莓，那是给皇室小王子准备的冬夜慰问。你听得发愣，一边拿起一块薄荷蜜渍凤梨片，一边想，这世界分层竟精细到连水果的时辰都有讲究。你问他有没有助眠水果，他想了想，指了指角落那一盆煮过的苹果片。煮苹果片加豆蔻和甘草，吃下去比喝热奶还管用。你试了一口，确实，那甜味柔和得像一张毯子，慢慢把你包裹起来。你靠在长椅上，感觉眼皮微微下沉，那种困意不是疲惫，而是饱足后的松弛，是水果的体温悄悄传到你血液里的温和信号。你起身告别，园丁从篮子里挑出一颗金桔递给你，出门前吃这个，嘴巴清醒，路上不打盹。你咬下去，酸得眉头一皱，紧接着却涌出一股笑意，果然是聪明的告别礼。你走出温室，阳光已经铺满街道，
但你身上的潮湿与甜香好像还没褪去。你能感到自己像一颗刚洗净的葡萄，柔软、清醒，充满水分，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梦。你从温室出来，阳光已经彻底驱散了夜雾，街上的马车开始慢慢多了起来。你走着走着，脚步却不自觉拐进了东城那条熟悉的小巷。那地方你曾听人提起，说每晚凌晨3点后，有个固定蹲在街角的身影，用小火慢炖一锅豆子。供给伦敦最被忽视的一群夜行者——报童。你抵达时，果然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坐在巷口，一身破旧羊毛大衣，头发乱糟糟地塞进鸭舌帽下，手里抱着一个小铁锅，锅里豆子在咕噜咕噜地冒着泡。他注意到你，朝你努努嘴，没筷子，自己伸手。你蹲下，拿起旁边一个凹陷的锡碗舀了一勺，那是黄豆、洋葱、牛油和黑糖炖成的黏糊糊混合体。第一口下去，竟然比你想象中更有层次，像在泥巴里挖出一小撮糖。他自称扎里，10岁，送报第3年，每天凌晨2点半准时出门，5点送完所有订户。你问他为什么不等天亮吃早餐，他反问你：你试过在结冰的天里光靠空气送报吗？他指了指这锅豆子，这是我妈留下来的秘方。他说只要豆子一直炖着，我就不会冻死。他笑得很平静，仿佛这不是命运，只是日常。你看他吃得很慢，一边喝汤一边抽出湿漉漉的报纸折叠整齐。他说不喜欢别人帮他送报，因为别人折不好。他们不懂，报纸要卷得像甜甜圈，才不会散。你听着他絮絮叨叨地讲着某天踩进水坑，某天狗追他跑3条街，嘴角边挂着豆子字，脸上却是踏实的不容怀疑的自足。你注意到他的豆锅不是用火炉，而是用砖块围着一团烧红的炭火，锅底支着3只铁钉，稳得像是雕在地上的图腾。他说火炭是宋梅叔叔送的，锅是教堂捐的，豆子靠晚上捡市场边角料。你问他不嫌麻烦，他一边舔汤匙一边耸肩，肚子叫比麻烦吵得多。他把锅盖上，说一天的工作不算完，直到我把最后一口豆子吃完。你站起身，忽然有些无以言说。他的世界没有甜点，没有精致瓷盘，但那锅豆子却像一个全方位的避风港，能让他从凌晨的冷风中缓一口气，也能让他在孤独的脚步声里找到一点我还在活着的证明。他最后递给你一个用旧报纸包好的小包裹，里面是2块他自己做的豆子馅饼干，面粉里混着豆渣和糖浆。他说那是备用的，送报送到一半，饿了就啃1块。你接过，试咬一口，咯吱作响，味道奇怪却不讨厌，像是甜与咸之间的某种折中，也像生活本身，不总如意，但还咽得下去。你临走前，他忽然问：你梦里有吃的吗？你一愣，他笑说：我妈说吃得好的人梦里才会走得远。你点头，却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你离开巷口，回头看，他又蹲下身，把锅盖掀开，小火继续炖。他继续折报纸，像没事人一样。你走在晨光里，手里捏着那块豆渣饼干，越走越慢。你忽然明白了，这锅豆子的意义并不在滋味，而在于它存在，存在的安静、真实、不怨不哀，就这样温温地把一段疲惫的人生维持下去。你离开扎里的小巷时，太阳已经升到屋顶边缘，街道从灰蒙蒙变得透亮。你本该就此结束这趟维多利亚夜宵探险，但脚下似乎还有路，胃里似乎还容得下一点什么。你像被什么牵着，一路走过旧教堂、水塔和石桥，走到城南的市集后街。那儿
有间几乎没有招牌的小铺，橱窗模糊，门口却挂着一串奇怪的香料袋，空气中浮着一股熟悉又陌生的味道，温热、甜中带草本，像一杯刚煮好的梦。你推门进去，空气立刻变得潮湿而厚重，混着丁香、肉豆蔻、洋甘菊和一丝陈皮的气息，像刚被搅拌过的时间。柜台后站着一位女人，披着墨绿色披肩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但眼神像能看穿你昨晚几点入睡。她没问你要什么，只指了指角落一个铺着天鹅绒布的小圆桌，说：“坐吧，今晚你需要一点温和的东西。”你刚坐下，她便端来一小壶热饮和一只陶杯，茶色略深，有微微的浮沫。你抿了一口，嘴里顿时被温柔撞了一下，豆蔻的香与洋甘菊的软包住了舌根，像一个人轻轻按住你肩膀，说：“可以放松了。”你抬头，他开口说：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不靠牛奶或热汤入眠，真正懂门道的，来我这里。”他号称香料女巫，并非巫术，只是对香料与睡眠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说，人睡不着，通常不是缺营养，是脑子太吵。所以，他调的饮料从不让你饱，只让你慢。你低头看那壶茶，越看越觉得颜色像琥珀，像液态的夜晚。他开始讲故事，说有一位丧夫的男爵夫人，曾夜夜无法入眠，吃了医生开的安神药也无效，直到某晚来到他店里喝了一杯月桂柠檬茶。那晚不仅睡着了，还梦见自己年轻时在草地上奔跑。你笑出声，他却认真点头，说不是梦变得美，是他脑子终于静了。你环顾店内，墙上挂着许多药瓶与小布包，每个袋子上都绣着奇怪的图案，闭着眼睛的猫，四瓣向外张开的香草花，睡着的月亮。他说每种图案对应一种配方，像密码，只要你说出困扰，他就能调出一杯对症的梦。你问他，今晚我呢？他想了想，说，你走了一夜，眼神虽然累，心却还亮，我给你安静收尾。你低头又喝了一口，这次味道变了，多了一点薰衣草的清凉，像是夜色在舌头上缓缓退下。他递给你一小块软糖，甜的能封住味觉，梦会顺滑些。你吃下去，那糖不像一般的那种黏腻，而是入口即化，像一段话没说完就被理解。他说，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们其实都来过他这，只是不会承认，因为在那个强调控制与理性、注重仪态的年代，失眠是一种情绪失检。所以他店里的名字从没写出来，只靠一串香料吊饰做标记，懂的人自然会来，不懂的路过也无妨。你喝完茶，他递来一小瓶香料混合包，带在枕边。今夜你应该梦见厨房、雨声和一只会笑的猫。你笑了，问他收不收费，他摇头，你喝得慢就是最好的回报。你起身告别，他没送你，只轻轻关上门，仿佛怕打扰你脑海里刚浮起的梦片段。你站在街口，鼻子里还留着温热香气，太阳彻底升起，整个城市开始翻身，你却感觉自己像刚刚才放下白天的重量。你在心里默念那杯茶的味道，不是为了回味，而是为了记得。哪怕现实滚烫，也总有人在巷子里熬一壶能安慰灵魂的温热夜饮，悄悄等你来。你离开香料女巫的小铺时，阳光正好，斜斜照进巷口，却没有刺眼，空气中还带着淡淡的薰衣草余温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感觉整个人像被柔软了一样。你原本打算就此回家，但刚走到桥边，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汽笛，轰隆的节奏像是一只铁兽从梦里穿越而来。你顺着声音望去，
一列蒸汽列车正缓缓驶入维多利亚车站。它不属于清晨，它属于昨天深夜还未结束的那段时光。你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。车站里还有旅客，提着箱子，哈欠连连。你随着人流走进一节列车车厢，刚一踏进，就被一股熟悉的香味击中，是牛肉炖洋葱的味道，混着红酒和一丝黑胡椒。你低头看，一旁就是列车专属的宵夜车厢，几张窄桌，一排小沙发，墙上挂着风景油画，灯光昏黄。你找了个位子坐下，刚稳住，便有列车员走来，递上一个锡盒，最后一份牛肉炖煮，先生赶在天亮前。你打开盖子，热气扑面而来，里面是慢炖整碗的牛肉块，软烂到几乎一碰就散开，底下垫着马铃薯泥，旁边一撮红甘蓝咸菜，看起来平凡，入口却瞬间叫人安静。你咬下一口，肉的香，酒的厚，菜的酸在舌尖相遇，一种终于能停下的感觉顺着喉咙往身体里散开。这不是迎接旅程的饭，这是送别一夜的味道。你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，帽子压得低低的。他一边搅动着热茶，一边喃喃道：“我每次夜车必吃这道，不吃总觉得路上缺点什么。”他说他是来伦敦做生意的，每次谈完单回来都已午夜，最期待的不是合约，而是车上这一顿。他喝一口茶，又说：“炖的酒味才沉，像人一样，不赶路才懂怎么走。”你一边听着，一边用面包把锡盒里剩的汤汁擦得干干净净。窗外列车开始缓缓滑动，你看见街灯倒退，屋顶消散，整个伦敦变成一幅流动的水彩画。夜还残着，光却已来。你靠在车窗边，轻轻晃着，一点困意从脚底往上冒。你忽然意识到，这节宵夜车厢其实不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，而是为那些不想太快醒来的人建的。你看到隔壁座位的女人正吃着一份奶油蘑菇汤配奶酪脆片，动作缓慢，仿佛怕吵醒汤里的味道。她头靠在窗上，脸上带着那种刚刚吃饱却还不愿意说话的表情。列车员轻手轻脚地收拾空盘，脚步比音乐还轻，生怕打扰这片属于深夜余韵的空间。你闭上眼，脑子里浮现一个画面：某位作家在1892年的凌晨也坐在这节车厢，边吃边写，钢笔一顿一顿划在纸上。某位女学生离家出走，喝了一杯浓汤后，终于下定决心返校。某位老人坐在角落，吃完一块炖肉后，缓缓合上双眼，心里说了句：“我不后悔。”这一切可能都发生过，因为这节车厢不是普通餐车，而是夜晚与清晨交界处的秘密口岸，是某些故事的结尾，也是另一些故事的起点。你再次张开眼，列车员正把一块布毯轻轻盖在你膝上，他没说话，只指了指窗外。你望出去，雾已经散了，阳光穿过树枝，斑驳地落进车厢。你手上的锡盒早已空空，却还带着余温。你知道那一顿吃的不只是肉，是整晚的疲惫，是城市的片段，是你与自己之间的一场和解。列车继续驶向下一站，你靠在窗边，心跳变缓，呼吸轻盈。夜几乎结束，但那份深夜宵夜的滋味还挂在嘴角。你舔了舔唇角，像是在确认：是的，我还在，我吃过，我走过，我醒着，也将要睡去。你从列车车厢缓缓走下，脚落在石板地面上，一种从梦境回到现实的轻微落差感掠过全身。太阳已高，街道彻底清醒，马车、报童、擦鞋匠都开始了新一轮的喧嚣。但你身体里像还残留着整夜的暖意，一层层裹在胃里，
裹在思绪里，裹在刚被填饱又还不舍入睡的那点情绪中。你揣着手，慢慢踱步，不急着回家，反而想找个地方坐下，回味点什么。你钻进一间街角的古董店，空气里混着干纸、旧木头和铁皮玩具的味道。柜台后坐着个瘦瘦的老头，带着半边碎镜片，正专心抹一只玻璃糖罐。他抬头看你，没多问，只指了指角落那只小抽屉柜。你来的时候刚刚好，那批菜单还没归档。你一头雾水，却顺从地走过去，打开最上层抽屉，果然看到一沓泛黄纸页，边缘卷翘，字迹模糊，是一张张维多利亚时期的夜宵菜单。你小心抽出一张看，上面手写着1878年4月12日，王氏医师建议夜餐：炖梨、焦糖布丁、烘燕麦饼干配红茶1盅。右下角用花体写着仅供晚9时后。你继续翻，一张写着女王御前阅读时专用，一张标注供剧院后厅男士，还有一张竟然用红笔圈出禁止加辣，下面写着增治耳热心烦，影响梦境。你看着这些字迹，仿佛能听见夜的低语声在纸上翻来覆去。店主走过来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些菜单本该在宴会结束就被丢掉，但有人留了下来。他们觉得夜里吃什么比白天的仪式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像在对你说，也像在对橱窗外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说。他抽出最底下的一张递给你，那纸比其他的还薄，几乎透明，上头只写了4个小字：苹果派一角。你轻轻握住那纸，心头一震，就是这最简单的4个字，把你拉回那个伦敦深夜的街巷，拉回那家雾气中飘着热香的小面包铺，拉回你踏入这段故事的第一个画面。你突然明白了，不论是贵族、仆人、工人、旅人，还是报童，他们夜里吃的并不只是食物，而是身份之外的自己。他们在那几口宵夜里短暂拥有了选择，拥有了对抗白天节奏的权利，拥有了一点点自己的私密夜晚。你坐在古董店角落的软椅里，手里捏着那张写着苹果派一角的旧菜单，像是捏着一张通往过去的车票。窗外的街声开始热闹起来，但你仿佛还听得见火炉咕嘟咕嘟的声音，还看得见炖豆冒出的蒸汽，还能咬到三明治里那一口带着芥末味的牛肉。你缓缓闭上眼，呼吸放慢，不再想故事怎么收尾，也不再想早饭要吃什么。你只知道今晚你将睡得很深，梦得很久，胃里是温暖的，心也是。夜已经走远了，窗外的天彻底亮了，可你仿佛还坐在维多利亚老伦敦的深夜里，一口慢慢咬着热苹果派，或是轻轻抿着加豆蔻的牛奶茶。所有的声音都慢下来，灯光柔下来，那些走了一夜的人，煮了一夜的食物，说了一夜的话，都静静地散去，只留下一点点味道，一点点记忆，一点点在你身体里慢慢流动的温热。现在你可以慢慢地躺下，盖好被子，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你走过的街道，喝过的汤，偷吃的点心，擦过桌子的厨房，都已经替你把梦的门打开了。你已经走得够远，可以停下了。你的胃在休息，你的心也可以了。闭上眼吧，让那些夜色和香气带你入梦。那里还有烤派的炉火，还有猫跳上窗台，还有汤刚刚煮好。